大哥，程程已经安全送出国了，负责照顾他的保姆和阿姨都陪着他呢，他情绪很稳定，您放心吧。另外，万卡打来电话说，中国警方目前正在 M 国调查您的身份和经历。万卡说，之前给您做的那些资料都天衣无缝，让您放心吧。他说，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还好我有准备，否则真的被警方接了牢底了。万卡是好样的，你继续把万卡给喂饱了。刘子光那边什么情况？中国警方逮捕他了吗？被带回公安局了。警方收到视频之后，只是对刘子光进行询问调查，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真默契。现在视频、照片、人证都坐实了刘子光就是桑博，警方却迟迟的没有逮捕他。公安局那边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刘子光现在情况怎么样？问出什么线索了吗？局长，刘子光现在的精神状态十分的不好，他完全想不出自己在 M 国的经历，所以也无法交代出具体案件的细节。目前对他的询问处于暂停状态。M 国警方有没有进一步核实？视频中的刘子光就是毒枭桑博？我已经把刘子光的正面清晰照片和他的个人资料发给了 M 国的警方，那边给我们的反馈是，他们目前并没有采集到桑博的正面影像资料，所以也无法证明刘子光就是毒枭桑博。还有一点，刘子光是桑博这个点，是聂望峰告诉他的。聂望峰跟我们详细陈述了他跟刘子光在 M 国的详细经历。他说，刘子光在 M 国的时候，曾经参加过武装贩毒的团伙，并且是这个团伙的头目。这张照片就是他拿出来的证据。他还说，刘子光身上有这个团伙的专属纹身。这个纹身，在刘子光刚刚回到江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过。我是这么分析的：尽管聂万峰拿出了刘子光穿着迷彩服的照片，刘子光身上也的确有这个纹身，这只能证明刘子光参加过某种特殊的武装组织，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桑博。他还跟我们陈述，他曾经亲眼目睹刘子光杀害了我的师傅，这只是他的口头表述，并没有实际的证据来支持。更重要的是，今天我跟小赵询问他的时候，他所有的证词都显得那么的系统和完善，并不像是临时回答，更像是早有准备。这一点让我很疑惑，所以我已经联系了 M 国的警方，请他们帮助我们核实聂望峰在 M 国所有经历的真实性。等核实完，我们再来判断他的证词是否属实。聂万峰的证词，凭我的直觉判断啊，我觉得里面有点问题。他指证刘子光在 M 国参加过武装犯罪集团。按理说，任何一个武装犯罪集团对他的成员身份都是严格保密的。那么他是怎么拿到刘子光这些照片？又是怎么知道每一个贩毒集团成员的身上都有纹身？全是问号。他说他是在打听刘子光下落的时候，才得到的这张照片。具体怎么得到的，并没有跟我们说清楚。而且，纹身这个点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也没有说清楚他是怎么得知的。还有一个点，聂万峰说他亲眼目睹了刘子光杀害了郑，那么按理说，他就应该出现在郑被害的现场。
可是 M 国发过来的视频中，他并没有出现。韩军，你可以和 M 国的警方核实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更完整的视频监控。是。聂万峰的证词啊，指向性很明确，都在直指刘子光就是桑博，直指刘子光杀害了郑武。这一系列动作会不会是他有备而来，专门做给我们警方看的？他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刘子光身上，让我们相信刘子光就是桑博。他这么做，就是让我们将刘子光绳之以法。那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刘子光配合调查接近24小时了，况且他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这对我们继续侦破郑武被害一案十分不利。虽然刘子光可能是视频中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3人在小酒馆是如何行凶的。目前我们只有这个视频，以此来断定刘子光是杀人凶手，是武断的。而且刘子光是桑博这个点，也缺少必要的证据。本着疑罪从无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我认为可以先释放他，但是要对他进行监控。而且我们也看看，把刘子光放了，聂万峰会有什么动作？是。今天就到这儿吧。文荣，你留一下。也不知道光哥现在到底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再接受调查呗。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前2天还是个大英雄，现在就变成一个毒贩，一个杀人犯，这你信吗？行了，你们俩少说2句吧。警察现在只是说光子有嫌疑，并没有认定光子就是那什么什么。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只有等警方把案子调查清楚了，还光子一个清白。你们也别瞎操心了，我先去把郭大爷把饭送去。光子，光哥，光哥，光哥，光子，光哥，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光哥，啊！韩拽，你们对光哥怎么了？小帅、建国，你们过来一下。出什么事儿了？我们调查的案子涉及到他那逝去的8年记忆，也涉及到胡荣。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是恍恍惚惚，不吃也不喝。那现在光哥的案情怎么样了？现在你把他带回来，是不是就表示他没事了？目前证据不足，而且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按照程序先把他送回来。等他恢复好了，或者又出现了新的证据，可能我们还得找他过去调查询问。不是，韩建，你这什么意思啊？前2天光哥刚帮你们破获了一宗贩毒大案，现在你又怀疑他杀人，怀疑他贩毒，有你们这么做事儿的吗？小帅，作为朋友，我当然不希望刘子光是毒贩，是杀人犯。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有正气、有责任的好人。但是我们是警察，我们做任何事情得讲证据。之前是因为有证据指向他有嫌疑，所以我们才叫他过去调查询问。你明白“朋友”这2个字的意思吗？你要是真把光哥当朋友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去怀疑他。小帅，韩队长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应该理解他的苦衷。也正是因为有韩队这样的人，这个社会才会一直安定有序。小帅，你的心情我理解，相信我，我们警方一定会调查清楚，给刘子光，也给大家一个交代。记住了，法律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你们照顾好他，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先走了。走吧，小赵。光哥，你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啊。光哥，小何，现在该怎么办？你今天见过刘子光了？问出什么线索了吗？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你今天刚刚向我保证过，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我听说你在询问室面对刘子光，很激动。对不起爸，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没有办法放下任何自己的情感，当做一个警察去面对他。我做不到。孩子，你的心情我理解。首先，站在我们警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办案讲证据。刚才你听见韩进的汇报了。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刘子光就是毒枭桑博，就是杀害郑武的凶手。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我要掌握一个原则：疑罪从无。那么目前来说，刘子光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同时，我是你的父亲，未来还可能是刘子光的岳父。那么，站在父亲的角度上来说，从刘子光回到江北，我跟他接触这一段时间，对他的一言一行，让我感到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我相信你的内心一定比我感受多。你想想，你在金碧辉煌执行任务，他不顾一切的冲上去帮你；二手车市场，他不顾一切的为你挡子弹。说哪一次不是拼了命的保护你？我和你妈妈都看得出来，你和刘子光之间是真心爱着对方。现在刘子光牵扯到是不是毒枭桑博，是不是杀害郑武的凶手，这对你、对他、对你们之间的感情，都是一个坎儿，一个不小的考验。这种情况下，你更应该去面对他，而不是回避他。于公，你是一名警察，查明案情真相是你的责任。于私，刘子光是你的未婚夫。你们之间的感情矛盾，只有靠你们自己解决。孩子，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陪着他，多关心他，照顾他，帮他度过这段最困难的日子。这是我这个公安局长，你的父亲，给你提的建议。当然，如果你内心依然抗拒去面对他，那也没问题。我尊重你的决定，孩子。谢谢爸。
掌门，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吧！我们光明派不能一入无主啊！要是邪教是趁虚而入，将我们一网打尽了，掌门！求求你快醒醒吧，掌门！哎呀，师叔啊，你看掌门怎么样？还是不说话。光哥，来吃点东西，有面条，还有菜。光哥，你看，这串儿，建国哥亲手给你烤的烤串儿，来，都还热着，赶紧吃点吧。来，光哥。没事啊，没事。来，光哥，来，啊，来，慢点吃。酒呢？啊？酒呢？光哥，你从来不喝酒的。你要我喝牛奶我就喝牛奶，喝酒就喝酒。酒呢？给我酒！光子，我去买酒。师叔，光哥，于公，你是一名警察，查明案情真相是你的责任。于私刘子光是你的未婚夫，你们之间的感情矛盾，只有靠你们自己解决。孩子，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去陪着他，多关心他，照顾他，帮他度过这段最困难的日子。魏教授，嫂子，你快来拳馆吧，光哥精神又崩溃了，你快过来看看吧，我们快控制不住了。马上到。来，你要的酒。我什么时候说要喝酒？牛奶。牛奶呀！嫂子，现在只有靠你了。我们去金碧辉煌好不好？这里人多，不方便说话。我特别喜欢那个管道间，没人听见我们说什么。走吧，啊。不走也无所谓，我弄点吃的给你。啊，等我一下，啊。大哥，我刚刚得到消息，刘子光被警方送回拳馆了。警方把他放了？刚刚放的。真是小瞧这些警察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静观其变，现在什么都不做，看看警方到底想干什么。明白了。也不知道刘子光想起了多少事情。从认识他到现在，我一直把他当兄弟，从未对他起过杀心。
但是现在，我真想他死。不对了，为什么？这些鸡蛋不对。来，你帮我画一个，试一下。啊，来。画不出来就不要画了。这些鸡蛋不是金碧辉煌的鸡蛋，这些都不对。有没有鸡蛋？有没有鸡蛋？把鸡蛋拿过来。给我，我再试一下。怎么回事？进来，韩队，M 国方面刚刚发来消息，他们已经核实了聂万峰之前陈述的在 M 国的经历。据查，聂万峰的亡妻确实叫阮君兰，阮君兰家族很早就移居到了 M 国，他的爷爷一手创办了 M 国最大的物流和航运公司。阮君兰也确实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一直体质虚弱。生完聂成成之后，他的身体就一直没有恢复，拖了不到1年就去世了。之后，聂万峰就继承了阮氏家族的大额遗产，接管了阮氏家族在 M 国的产业。3年前，聂万峰带着聂成成回到了江北，用阮家的钱建立了大开发集团，并且时常来往于江北和 M 国之间，打理两边的生意。哎 ，M 国那边提供的完整视频拿到了吗？啊，我已经请求了 M 国方面重新调取小酒馆的完整监控。但是 M 国方面反馈说，他们在调取这份监控的时候，发现这段监控的储存装置有损坏，而前后的视频都没有提取到。视频损坏，这么巧？没有头没有尾，只录了中间这一段，只能说明这个视频被人做了手脚。看来这个视频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聂万峰说，他当时就在现场，那么视频里应该有他的出现呀，为什么没有呢？这些疑点只能证明啊，看来聂万峰和这个视频肯定脱不了关系。小赵，你马上联系昌兔，让他调查一下视频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我怀疑他们的内部有可能隐藏着犯罪分子的帮凶。哦，对了，韩队，这个是广东警方发来的资料。聂万峰身边的那个虎哥，真名叫孙虎，是广东省东南沿海渔村的农民，没有任何案底。3年前出任大开发集团的总裁助理，那是他第1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但他与聂万峰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从查证。另外，我们查到了猴子的踪迹，他近期出现在浙江省的沿海地带，我们已经布控，
协同当地警方把他缉拿归案。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把猴子带回江北。太好了，一定要尽快把猴子抓回来，同时盯紧孙虎和聂晚风。行，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大哥，我刚刚在外边看见有2个形迹可疑的人，我感觉像是便衣警察，警方会不会盯上他们了？看来警方在怀疑我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那就抛头露面。他们不是偷偷摸摸的盯我吗？那就搞个大动作，让全江北的人都看见我聂晚风在干什么。告诉我，我是不是桑博？我有没有杀人？看到我杀人？我杀人？我杀人了吗？我杀人？说话！说话！话！你有没有看到？说话！话！你杀人了？啊！你刚刚亲手杀了他，杀了他。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大开发集团这个捐建仪式。我将会以我妻子君兰女士的名义捐建10所公益性事业，用他们的良心回报社会。你到底有没有杀王成，我的父亲？你说不说？说不说？你杀人了。我说杀了。说！我怎么办？我怎么救你？说！刘子光，刘子光，刘子光，刘子那你是不是不会再讨厌我了？我恨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嫁给我好吗？对不起，对不起，
他们喊你桑博。是我杀了人。我杀了人。对不起，阿三。我欠下100万的时候，你是怎么说我的？你说我没把你当兄弟，你说我没你这个哥哥。可是你现在看看你的样子，你像一个哥哥吗？要死要活的，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光哥，你现在是遇上事儿了，你也忘了我们这帮兄弟，你忘了嫂子？你看看嫂子，嫂子被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事情不能我们兄弟大家一起扛？光哥，光哥，我真求求你了，你别再这么吓唬哥儿几个了，行吗？兄弟们都在这儿呢，建国哥、阿瑟、小帅，我，有什么事儿是迈不过去的呀？天塌下来有兄弟们帮你顶着，你别自个儿折磨自个儿，钻那牛角尖了，行吗？我们都信你没干那事儿，关键是你自个儿得相信你自己个儿啊。光哥，醒醒了，好吗？怎么了，建国哥？目前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光子已经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随时有可能再度崩溃，而胡警官也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帮他们。怎么帮啊？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去 M 国，查清楚光子在过去8年的真实经历，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不是什么毒枭，更不是什么杀人犯。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儿上把他们2位拉出苦海。建国哥，你说的都对，可 M 国这么大，上哪儿找去？阿 Sir， 我记得你说过，你们光明派就在 M 国。光明派就在 M 国的蒙拉小镇上。你一直说光子是你们的掌门，那你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对吗？当然。你还记不记得回光明派的路？当然记得。那就好。对了，李师伯是想让阿瑟回光明派，请老掌门出山，来救咱们家掌门吗？你们还有个老掌门？他是谁？老掌门是我家掌门的师傅，他可厉害了。那你们老掌门知不知道你们掌门以前的事情？当然知道。好，阿 Sir， 现在你们掌门和姐姐都在休息，咱们俩能不能立刻出发，去找你们的光明派和你们的老掌门？好，建国哥，那我跟小帅，你们2个留下来。你看他们2个人现在随时都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还有郭大爷也没有完全好，你们也得抽空照顾他。
江国哥，你们注意安全。对了，在我们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之前，最好不要告诉他们。走。刘子光，你刚回江北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坏人。然后经过了那么多事儿，在我心里，你就像一个英雄。然后，我就把我这辈子都托付给了你。现在，你有可能是毒枭桑布，你可能是杀我父亲的凶手，你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仇人。其实有好多话想问你，但是你现在我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说，也说不清楚。其实我以前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我爱的是你的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的过去会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宋局、韩队，我们现在正在怀疑聂万峰跟刘子光的事情有关。
为什么偏偏聂万峰在这个时候花2000万捐建公益小学？我觉得聂万峰做这件事情呢，只有2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呢，就是他想真心的回馈社会，支持慈善，进一步稳固大开发集团的良心企业形象，这是一。第二种可能就是已经发现我们怀疑他了，故意演这么一出戏给我们看，利用捐建这件事情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好人。我觉得宋局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应该是第2种可能。我觉得以他的性格，就算是要捐建搞慈善，也不会搞什么捐建仪式，更不会搞这么大阵仗。小赵，哎，最近盯梢聂卫峰有什么新的发现？啊，没有，宋局。因为聂万峰这个人一向是深居简出，除了昨天去开这场捐建仪式外，其他时间他一直待在家里。孙虎呢？啊，孙虎也一直陪着聂万峰。韩金、小赵，咱们这样啊，咱们先撤回一批盯梢的人，让聂万峰放松警惕，将定点盯梢改为机动盯梢，但盯梢任务一定要隐秘。是。你确定是这里？确定，就是这里。那个地儿，快到了。怎么在这种地方？师傅，师傅，这儿，光明牌。师傅啊，这就是我们光明牌。你确定？啊，掌门和老掌门生活过的地方，我当然确定。怎么会在这里呢？走，你们上楼，等会儿。据阿瑟说，这里就是刘子光当年待过的地方。走，老掌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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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瑟，我带师傅来看你了，老掌门。儿子，别喊了，这门被钉死了。老掌门，老掌门，老掌门，阿 Sir， 你确定你说的地方就是这儿？当然确定。当时老掌门就在这儿，我在这里倒酒，掌门就在这记单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你说的老掌门，就是这个酒吧的老板啊？那他现在人呢？你看这个样子，这应该是很久没有人来过了。我不知道啊，我走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的。老掌门去哪儿了？阿 Sir， 你别着急，你再仔细想想，你们掌门以前还去过什么让你有印象的地方，或者特别一点的地方？我知道一个地方。哪儿？掌门修炼的地方。在哪儿？我有一次暗中保护掌门，跟踪他去那里，那里有很多铁丝网。
有一个人站得很高的地方，给掌门站岗。老掌门一定是在那儿修炼呢。你记不记得那个地方在哪儿？记得。来，光哥，喝口粥。吃点东西吧，光哥，都多少天没吃东西了？光哥，志林，我来吧。张嘴。光哥，吃东西了，多吃点啊。你们俩干嘛呢？没干嘛。你瞒着我什么事儿？没瞒着你。那光哥吃完了，不够我再去拿。小帅，你闭嘴。志林，你说。那个，魏小帅，你给我老实一点。你小心，我现在把你抓起来。志林说。建国哥和阿瑟去 M 国了，去找光哥不是罪犯的证据。这刚发了一视频，还有条语音，正看着呢。拿出来给我听，赶紧的。据阿瑟说，这里就是刘子光当年待过的地方。我们得赶紧把他们俩找回来。哎，等等。走。Go, go, go! Come on! Let's go! They're out there! Catch them! Yeah, those enemies, great! Come on! Come on! Go! Come on! Go, go! They're there! Come on! Go! There! Out there! Come on! 阿瑟，阿瑟没事的，阿瑟别怕，阿瑟。阿瑟，到了。没事。
怎么情况？怎么了？李建国和阿瑟偷偷去了 M 国，我刚才也向贝小帅证实了这件事儿。什么？喂，对，我是韩进。是啊，是有个叫阿瑟的枪击案。Hello. Boss, two Chinese got in town today, and they went to the bistro of the undercover cop. I took care of them already. We killed the younger one called Arthur, and caught the other one alive, called Li Jianguo. Boss, what should we do with him? Listen, keep Li Jianguo alive. Don't kill him until I get back. He could be useful to me. 怎么的了？李建国跑到 M 国替刘子光找证据去了，而且他还找到了之前那个卧底警察的小酒馆。真是没想到，刘子光的这几个兄弟为了他连命都豁得出去。哼！好在李建国现在在我们兄弟手里，那个疯疯癫癫的阿瑟也被打死了。胡哥。 让兄弟们这几天老实些。现在出了命案，警方那边肯定会有动作。国军。李建国和阿瑟悄悄去了 M 国，为什么事先没人知道？是我的疏忽。 昨天晚上我没有注意到他们离开江北。局长，这事儿不能怪胡荣。昨天晚上，刘子焕精神崩溃，出现了自杀的举动。李建国担心刘子光，就带着阿瑟悄悄去了 M 国，而且是连夜去的。胡荣并不知情。韩进，你把 M 国发来的现场报告。 跟大家通报一下。是。今天上午，在 M 国与我国接壤的孟腊小镇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地点就在小镇的巷子里，也就是师傅的小酒馆附近。据当地的老百姓称，当时有2个中国人，也就是 李建国和阿瑟来到小酒馆门口查看、寻人，接下来就被一群不明来历的武装分子包围，然后被他们追到了楼顶，就发生了枪击案。等 M 国警方到达的时候，阿瑟已经中弹身亡。据当时的目击者称，李建国被武装分子带走了。现在 M 国的警察已经开始排查这伙武装分子，还不能确认他们到底是什么组织，为什么会对他们下手。李建国、阿瑟为什么会出现在正午小酒馆附近？据阿瑟说，这里就是刘子光当年待过的地方。今天上午，李建国发过来一段视频。 还有一条语音，他在语音里说，阿瑟可以确认，这就是他和刘子光，还有老掌门，当时在 M 国居住的地方。对比 M 国警方之前发来的视频信息，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确认这一点。阿瑟一直喊刘子光叫掌门，所以我推测，他口中的这个老掌门，很有可能就是黄振武警官。 阿瑟遇袭身亡，李建国绝不能再出事了。韩进，你和 M 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请他们尽快查清楚这伙武装分子的真实身份，全力搜救李建国。无论如何，确保李建国的人身安全。是。
就这样吧。蓉蓉，爸，刚才韩静说，刘子光出现自杀的举动，情况怎么样了？没事儿，打过镇定剂了，就是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不稳定。那这样，李建国、阿瑟的事儿，暂时保密，不要让刘子光知道。我真的担心这件事一旦他知道了，会加剧刺激他的神经。好，你最近能陪着刘子光，爸爸感到很欣慰。你刚才推断郑武、刘子光、阿瑟，他们之前就认识，这或许是刘子光在桑博这件事上的转机。要想搞清楚他身上的谜团，只有在他本人身上找突破口。所以你陪着他照顾他的同时，我希望你努力的让他多回忆过去的事情，这样对他本人、对整个案件来说都有益处。我知道爸，我会尽力的。怎么样？打不通啊！等等，我再打一个，别着急。还是打不通，会不会出事啊？怎么办呀，小帅？我们去找胡警官。掌门，我把弟子公事放到枕头底下了。掌门，我把弟子公事放到枕头底下了。阿瑟，掌门，醒醒！掌门，阿瑟，阿瑟，阿瑟不能再保护你了。阿瑟，站起来，没事的，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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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天下大乱，武林风云再起。干嘛呢？派对光明派的会长，敢当一场血雨腥风，在所难免。我列快，欺人太甚！叫我光明派弟子射手下去，一支光明顶，师傅亲自。闭嘴！我就是光明派先不欺人！回头，掌门回头！阿瑟，阿瑟呢？阿瑟在哪儿？公哥，阿瑟和建国哥去 M 国了，帮你找证据。M 国，M 国，光哥，光哥你去哪儿？M 国，光哥，我要去 M 国找阿瑟，我梦见阿瑟死了。你到哪儿找他？你找得到他吗？你不能离开江北，你要配合警方调查。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事情想起来。
这块石头磨成了弟子公石。4年以后，掌门破牢而出，带领着光明派所有的弟子，与大魔王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掌门，阿瑟，带上他，你就是光明派的光明右使。阿瑟和杰夫可都很好，你放心。喂，你好，韩队长。昌德警官，你好。昨天我们在调查黄正武警官被害一案的过程中，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黄警官生前可能发展过一名线人，这名线人极有可能帮助传递过那次公海毒枭聚会的情报。但是这名线人具体是谁，身在何处，目前我们无法查证。好，谢谢你，昌德警官。应该的。你提供的这个线索非常重要。对了，李建国现在有下落了吗？非常抱歉，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到李建国的相关线索。袭击李建国的那伙人的身份，目前也还没有确定。一旦查到确切消息，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好，昌德警官，请你们务必找到他。请放心，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辛苦了。不客气。霍局，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阿姨，阿你个头啊！我以后可以叫你仙女姐姐。姐姐对阿瑟这么好，又给阿瑟吃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你就是阿瑟的仙女姐姐。女侠姐姐，不知姐姐是哪个帮派的？姐姐不要阿瑟。姐怎么会不要你？我经常来看你。弟子参见掌门和掌门夫人。姐姐与我家掌门有了肌肤之亲，自然是掌门夫人啊。姐姐，要不然留下来吃饭吧。阿瑟现在会烤肉了，阿瑟烤肉给你吃。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
和建国哥是不是出事了？他梦到的都是真的，死死了。被绑架了。维安队，柔柔，你马上回一趟局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好的，马上过来。阿瑟的事没告诉他，我先回局里了。进来。安队，找我什么事？柔柔，刚才 M 国的警方给我打来电话，说你父亲生前在 M 国可能发展过一名线人，但是这个线人是谁，目前在哪里，他们还不能确认。对，你还记得那天李建国发来了语音，里面说刘子光和阿瑟在我爸的小酒馆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这名线人会不会是刘子光啊？如果他是这名线人的话，那他就能洗脱罪名了，对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是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子光就是这名线人，所以这还是一个谜。而且 M 国的警方现在在全力核实这名线人的具体身份。我想，在他们追查之前，你可以试探性的问问刘子光，有没有这方面的记忆。如果他能想起什么，这或许就是他的希望。但是你要记住了，不要刻意提醒他。我明白，我会尽力的。你刚刚亲手杀了他，桑博就是你，刘子光就是桑博。我想让你帮我，做我的线人，回到反毒基地，帮助我打入他们的内部。你还来成功啦！天使第2代、亚当第3代、第4代、第5代、第6代，等咱们任务完成以后，我带你回江里，我就把你介绍给我女儿认识。没事，忍一忍就过去了。你看哥，哥已经完了。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考尔比的兄弟，没人敢欺负咱们。聂万峰，
光哥，刘哥，你想起什么了？是的，我想到了。怎么回事？我想到了，聂晚风，是聂晚风。他之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他有纹身，跟我一模一样的纹身。他是贩毒集团的成员，他是聂晚风。你陪我去找他。如果证明他身上有纹身，我必是好人。好，你相信我，相信我。我相信你。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二位大半夜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给我看！你干什么？给我看！刘子光，你冷静一点。你冷静点。纹身，给我看纹身！胡警官，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解释一下。聂总，刘子光想起来了，每个参加过考尔比武装贩毒集团的成员身上，都应该有一个狼头纹身。他有，你也该有。笑话！刘子光是一个毒贩子，他参加过贩毒集团，而且他失忆了。他想的东西，能作为证据吗？啊！而且我知道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可我要提醒你，你还是一名警察，警察办案讲究的是真凭实据，对吗？那请问聂总，能给我看一下纹身吗？就在这里啊。对。好吧，我可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告诉我，纹身在什么位置？嗯？你们想看哪儿？嗯？这儿？这儿？还是别的地方？这里，这里。胡警官，你们还想看哪儿啊？嗯？放手！放手！胡警官，就这么走了？嗯？你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呢？你今天带着他跑到我这儿来，该问的也问了，该查的也查了，你得到什么了？哦，对了，你还有上级，我希望你跟你的上级好好汇报一下，今天在我这儿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希望你的上级能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满意的解释。播送。
其实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傻，我是有话想说，但说不出口，因为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起，因为我不知道我说的每句话是真还是假。一直以为我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对不起，我太自私了。你才是受害者，但你这个受害者却一直鼓励着我，信任我。你刚回到江北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是错的，我都不相信。的确，你现在说什么我都觉得是对的。怎么可能是对的呢？我想起聂晚风有纹身，结果他没有，是我错了。我也想到我是你爸的线人，那有什么用？我连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了，凭什么让你相信我？我会，我爸的确有线人。